怎么就穿越到这个窝囊废皇子身上了呢？太子留下的血书，三皇子云里，分分钟都想搞死我。这个窝囊废，昨天挨了三殿下一巴掌，到现在都还没缓过劲儿来。都21了，连做府邸都没有，独一份儿。三皇子说他是太子余党，我估计离死期不远了。小点声，你看过这么久，虽然他没用，但好歹也是皇子。朝中没根基，就别在朝中混，去边关掌军权。见过三殿下。六弟，见到皇兄为何不行礼？我身子骨弱，昨天挨了三哥一巴掌，现在都还没缓过劲儿来，还请三哥恕我不便行礼。六弟，你这是在怪为兄抽你啊？你确实该谢谢三哥，三哥教训你都是为了你好，懂吗？我还真不懂，就知道你这榆木脑袋不会懂。太子谋反，他的心腹却往你这里逃，要是给了你什么东西，你却死活不肯拿出来，你可就成为太子的同党了。那人真没给我什么东西，我估摸着他也是被追得慌不择路了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反正信。你是铁了心不交出来了，我都没有，拿什么交？行了，我还要去见父皇，就不跟你扯了。来人！把这个意图伙同太子造反的逆贼给我押往天牢，听候发落。你这是要诬陷我？哼，诬陷！本殿下是证据确凿。你们说说，老六是不是太子同党？是的，奴婢曾亲耳听到六殿下与太子的人密谋造反。对，奴婢也听到了。北环集结20万铁骑求粮，你们说给是不给？圣上，可得为灵儿做主啊！爱妃先行退下，有事晚点再说。圣上，云昭提上了灵儿的要害，搞不好灵儿连男人都做不成了。淑妃娘娘，你就别开玩笑了。六殿下生性敦厚，怎么会做这种事？启禀圣上，六殿下求见。他来干什么？六殿下说，他踢伤了三殿下的命根子，特意前来请罪。马上把这逆子给朕带进来！逆子，你当真踢伤了你三哥的命根子？是。逆子，你怎敢如此对你三哥？朕最不愿看到的就是你们兄弟相残。臣以为六殿下目无兄长，绝不能姑息，请圣上将六皇子贬为庶人，以儆效尤。逆子，你为何不说话？朕许你解释。儿臣不想解释，也没必要解释。不管如何，儿臣将三哥踢成那样，都是大罪。儿臣认罪。圣上，既然六殿下已经认罪，
请准群臣所奏，将其贬为庶人。儿臣自知罪孽深重，求父皇赐儿臣一死。你当真要朕将你赐死？是，儿臣唯有以死谢罪。是不是有人威胁你了？没有。那你为何执意求死？儿臣罪孽深重，本该以死谢罪。儿臣别无他求，只求父皇答应儿臣一个小小的请求。儿臣窝囊了这么多年，不想连死都死得窝囊。求父皇允许儿臣前往边关，儿臣愿手提3尺长剑，轰轰烈烈的战死。不妥，六皇子毕竟是皇子，若是战死沙场，岂不是让蛮夷笑我大前无人？平民百姓的子弟尚且能为我大前而死战，我等身为皇子，更应为天下人起到表率作用。但我朝自开国以来，未闻有皇子战死沙场者，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，请自云征使。圣上，六殿下此举定能振奋军心，请圣上准六殿下所请。朕最后问你一次，你是否真要前往边关？圣上，臣以为还是不妥。万一六皇子被俘，我朝颜面何存？儿臣斗胆，再求父皇赐宝剑一把。若真有被俘之日，儿臣将以父皇所赐宝剑自刎，宁死不做俘虏。你不怕死？怕！生在阳间有散场，死归地府也何妨？阳间地府俱相似，只当漂流在异乡。启禀圣上，云丽殿下并无大碍，静养几日即可。罢了，回头去给你三哥道个歉，这事儿就这么过了吧。谢父皇宽宏大量，但儿臣如今只想奔赴沙场，建功立业，求父皇成全。云峥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朝堂之上如此放肆！陛下，臣不敢，臣对陛下忠心耿耿，天地可鉴。若有二心，天诛地灭。好，既然你非要赴死，朕成全你。传旨，封六皇子云州为虎烈将军，择日与沈洛雁完婚。你倒是赐把宝剑啊！一纸赐婚将我和沈家绑死，我要边关军权，而他们也深陷风暴中心。见过穆总管，见过六皇子。免礼。沈夫人，恭喜呀！沈洛雁沈小姐可在？小女子见过穆总管。沈洛雁听旨，圣上有旨，沈氏一门满门忠烈，今赐沈洛雁为六皇子正妃，择日完婚。六皇子妃领旨谢恩吧。烦请穆总管转告圣上，恕臣女不能接旨。大胆！你要抗旨？对，我就要抗旨。你可知道抗旨不恭，该当何罪？不就是一死吗？你现在就可以回去告诉圣上，臣女在家等着赐下毒酒或白绫。你以为将你赐死就算完了？按我朝律法，抗旨不遵者，3族尽诛。穆总管，我沈家何罪之有？圣上为何要如此对待我沈家？沈夫人，这可是圣上念及沈家功勋，特意赐婚以示恩宠。这分明就是弃我沈家一门孤寡。沈夫人，慎言。
落叶，救救孩子！臣女，领旨谢恩。那老奴就先回宫复命了。六殿下，咱们回宫吧。穆总管先回去吧，我跟他们聊聊。今日之事，还请穆总管在父皇面前美言几句。老奴晓得。谁要你家好心？别以为你虚情假意说2句话，我就会感谢你。我也没指望你感谢我，如果不是看你侄女太小，我倒希望你抗旨不温。那样的话，我回头就向父皇求情，让你跟我一起去朔北赴死。你刚才说你要去朔北赴死？父皇已经封我虎烈将军，待我们完婚后，我便要前往朔北，不求有功，但求以我之死振奋军心。带上你父兄的灵位，随娘进宫面圣。对，进宫面圣。没用的，圣上这是摆明了想让落雁给他的儿子留个后。我宁愿一头撞死，也绝不给你留后。撞死就算了吧，反正你想死，就跟我一起前往朔北赴死吧。九泉之下，咱们也有个伴儿。谁要跟你作伴？就算死，我不会跟你一起死。父皇已经赐婚，如果我们都死了，我估计父皇会命人将我们合葬在一起。你这……父皇心意已决，我朝如今又是多事之秋，你们就别去自讨没趣了。赐婚是死局，也是圣迹。朔北的血又要被血染红了。回禀圣上，查清楚了。说，碧博院原侍卫供认，3殿下曾多次威逼6殿下，昨日更是以太子余党之名，要将6殿下押往天牢。好大的胆子！没有朕的允许，老三竟敢私自将老六往天牢抓，难怪老六被吓得一心求死。圣上息怒，3殿下应该只是想吓唬一下6殿下。你觉得老六会跟太子一案有牵扯？老奴不知。不知，就是不可能的意思吧？你若是太子，你会找这个窝囊废跟你一起谋反吗？老六回去以后是如何处理那几个贱婢的？让他们跪着自己张嘴。没有其他的处罚了？没有。没用的东西，被自己养的狗咬了，朕连侍卫都给他换了，把打狗棒都递到他手上了，他都不敢把这几条恶狗打死。废物，废物至极！朕怎么生了这么个窝囊废？将那几个贱婢带出碧我院，杖毙！是。沈夫人他们还在宫外跪着。是。朕对沈家是不是太过了些？这是圣上对沈家的恩宠。你去告诉他们，朕是送老六去边关建功立业的，不是去送死的。老六虽然不堪大用，但再怎么也是朕的儿子，虎毒尚不食子。是。老六还没伏敌。是。若非你提醒，朕还真把这事儿给忘了。我咽不下这口气，那窝囊废竟敢伤我！你也是糊涂，
给云峥安个什么罪名不好，偏偏要安个太子余党？这话说出去，满朝文武谁信？我就是想吓唬他一下，谁知道那窝囊废竟敢对我出手！他不出手，闹点动静出来，难道坐以待毙？你这2天先安心休养，别去找云哲的麻烦。可我咽不下这口气。不急，再有几日，北环使团就到皇城了。到时候咱们设计让这窝囊废去触怒北环使团，圣上不愿与北环开战，为了平息北环的怒火，定会严惩他。光严惩还不够，这窝囊废必须死，不能给他前往朔北的机会。六殿下，接旨吧。高兴的是不在皇宫了，可以秘密做事。但父皇突然给府邸，该不会是觉得对不起我，回头又不让我去朔北了吧？殿下，恭喜了！辛苦穆总管跑一趟，恭迎六殿下。30多个人，鬼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是父皇的眼线，得去弄点自己的心腹才行啊。免礼，走，出门。殿下，还是乘坐马车吧。你以前应该没怎么骑过马，万一有个闪失，就骑马。我再怎么也是要上战场的人，要是连马都不会骑，岂不是给父皇丢脸？连马都骑不稳，还上战场吗？这还真是跑去送死的。殿下，咱们这是去哪儿？去沈家。我搬家了，怎么也得通知沈家一声。这种小事儿，殿下吩咐下人去办就好了，我就当是练习骑马了。对了，我这也算是乔迁新居了，按照惯例，是不是应该宴请朝中的官员？按照惯例确实应该，不过六殿下若是宴请，怕是……不管有没有人来，我把礼数尽到就行，不能让人说当朝皇子不懂礼数。搬家捞一笔，大婚再捞一笔，这钱不就来了吗？美滋滋。见过六殿下。都是一家人，不必来这些虚礼。你是谁？回殿下，我乃左屯卫提督卫袁归，家父乃是左屯卫大将军袁冲。袁冲，三皇子那一派的，昨天在大殿上跳的最欢的就是他。原来是袁都尉。袁都尉今天来做什么？我听说沈小姐心情不好，特意……袁都尉跟我有点亲戚关系，他本来是来约我去城外骑马郊游的。听说落雁心情不好，就打算带着落雁一起出去散散心。是，我想约罗姐、子儿姐出去走走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们昨晚去宫外跪了一夜，我身体弱，不幸感染了风寒，怕传染给殿下，我先失陪了。难怪便客气了，摆明了要当着外人的面打我的脸啊！殿下，我们还要去骑马郊游，如果没别的事的话，我们也告辞了。连这个白痴也想打我的脸，看老子不阴死你个王八蛋！反正我也没事，我跟你们一起去骑马吧。就你会骑马吗？确实不太会。袁都尉，你是骑都尉，那你的骑术是不是很好？骑术只是骑都尉最基本的技能，能当上骑都尉的，骑射必须俱佳。真的啊，袁归，我不日就要奔赴沙场了，但我这骑术实在差劲的很。刚才来的路上，我这2个护卫都生怕我从马上摔下来，你教我点，快到碗里来，让本殿下坑死你！既然殿下都这么说了，袁归岂敢不从？那你们去吧，我不去了。落雁，咱们就一起去散散心吧。你和六殿下也趁机熟悉一下。对，一起去吧，咱们正好可欣赏一下六殿下骑马的英姿，去看看这个窝囊废的英姿，让他知道我永远瞧不上他。好吧。果然不愧是骑都尉，这骑术果然精湛无比。殿下还是先上马吧。你就先从上马开始教我吧。好。你推我一下。好好。殿下。愚蠢！六皇子坠马，你不去搀扶，还在那儿笑，真怕自己死得不够快是吧？你没事吧？多谢殿下关心，小人没事。
袁都尉，你下次推我的时候可别这么用力。我没用力啊！大胆原规殿下推下马！我没用力，是六殿下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啊！你的意思是，殿下在冤枉你？没事没事，我估计袁都尉也是不小心，没控制好力道，他肯定不是故意的。本来就是他骑术差。沈小姐，请注意你的身份，你很快就是六皇子妃了。怎么，小姐？算了算了，父皇最近的脾气不好，你们可千万别跟父皇说，不然可能会斩了袁都尉。回头我还是让你们教我骑马吧。咱们走吧，不跟着去凑热闹了。袁归，你太没分寸了！他再不堪，那也是当朝皇子，将皇子推下马，往小了说是不敬，往大了说是谋害皇子。我根本没用力啊，这是他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。我知道你想让他出丑，为我出口气，但圣上已经下旨赐婚，为了避嫌，你以后还是别来我们家了。那一刻，我隐约觉得，那位看似不堪的六皇子，或许正在布下一个我们都看不懂的局。爹，怎么了？我把六皇子推下马了。什么？不是我推的，是他自己掉下去的。他们都以为是我推的。畜生！你竟然敢把六皇子推下马！你不要命了！爹，我真没推他下去啊！老爷，别发火了，不就是个窝囊废六皇子吗？就算棍儿是故意的，那又如何？圣上恐怕都不记得这个儿子了。云峥现在一心只想去边关求死，文帝正是心疼这个被他遗忘太久的儿子的时候，你跟我说没事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圣上会不会斩了龟儿啊？赶紧滚起来，跟我一起备上厚礼去给六殿下赔罪。好。袁崇教子无方，志其冲撞了六殿下，特意携犬子备上薄礼前来给殿下赔罪，还请殿下宽宏大量，宽恕犬子。我知道袁都尉不是故意的。哎，对了，袁将军，你的字写的怎么样？我乃一介武夫，这手上的字写的实在不怎么样。没事儿，比我写的好就行。我打算后天为搬进新居这事宴请朝中各位大人，但我对朝中的各位大人不太了解，连认都认不全，想请袁将军帮着写一下请帖。好。在这个吃人的皇城里，只有装的比谁都废物，才能把这些高高在上的武将当成磨业的驴来使唤。袁将军真是谦虚，你这字可比我写的好多了。
我等下要亲自去给朝中的一些重臣送请帖，就不留你们吃晚饭了。那殿下是原谅犬子了吗？我都没当回事儿，我知道袁都尉不是故意的。还不快谢过殿下！多谢殿下宽宏大量。行了，我送你们出去吧。不敢劳烦殿下。没事，没事儿。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我送送你也是应该的。这马怎么了？回殿下，这不是我们父子的马匹。啊？不是你们的马匹？难道我刚才让府里的下人骑出去的才是你们的马匹？袁将军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刚搬进来，马匹这些都是父皇提前让人准备好的。没事，什么马都是一样，我们就当跟殿下换了2匹马。也是哦，马嘛，只要能骑就行。爹，你怎么不把咱们的马要回来？咱们那2匹马加起来可是价值200-300斤。别人都骑走了，你怎么要？要不是你惹事儿，会有这些破事儿吗？2匹上等战马，在战马稀缺的大田，这种上等战马可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。跟这2匹马比起来，那套御酒鸡算个屁呀！我援军戎马一生，竟落得如此下场。元春将军他们的马好像确实好看些。这2匹马就赏给你和周密了。殿下，使不得，这太贵重了。依小的看，这可是价值100斤的上等战马。这么贵重吗？拿桑塔纳换了法拉利，老子下了血本，你们可别当2五仔。你不是大宴群珍吗？怎么连酒席都没摆？反正都没人来，摆酒席也浪费不是？我本以为你会躲起来哭，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动我，我非让你变太监不可。你还想打我是吧？亏你还是将门之后，连嫁鸡随鸡的道理都不懂。你是不是在找死？我借你个胆子，你敢杀我吗？你连把我弄伤都不敢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宴请群臣只为敛财，好去朔北举兵造反。二嫂，我得进宫告发云峥，我要让他被贬为庶民。去吧，顺道给家里准备好棺材，圣上只会认为你污蔑皇子，满门抄斩。六殿下没吃饭坐了很久，袁家内马，殿下似乎是不识货才换走的。老六此举是有意还是无意？这孩子被人推下马都不敢发脾气，找个机会将袁归狠狠地打一顿，别暴露身份即可。是。圣上今晚设宴款待北环使团，请殿下带妃子准时赴宴。我今晚就是跟你去丢脸的。别人嘲笑你，你就当他在放屁。反正我是要死在战场上的人。六弟，你现在可是虎烈将军，怎么一见人多就不敢说话了？二哥，我想跟你说个事，借我点银两吧。卖！我缺钱时，连父皇赏的东西都卖。你放心大胆的卖，老子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谁敢说我造反，我就说是你教的。二哥，还是借我点银两吧，我大婚之后就还二哥。反正我是没银两借给你的，你可以问问他们有没有人愿意借银两给你。
丢不丢人啊？明知道他们不会借，你还好意思开口？我都替你丢人。我这不是没办法吗？要不你借我点儿？想都别想。六弟，几天不见，你这气色好多了。这不是托三哥的福吗？三哥，你下面还疼吗？放心，我会亲手送你上路的。三哥，你又要污蔑我要谋逆是吧？这个事儿就不劳三哥再费心了，我回头就跟父皇说，我要去朔北举兵造反，求父皇赐我一杯毒酒，我也不需要你去朔北送死了，只要不死在你手上就行。六弟，你可别乱说，我什么时候说要杀你了？哼，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要亲手送我上路。你理解错了，我是说亲自送你离开皇城，去朔北的时候，三哥要亲自送你，不是要杀你。三哥，我是没用，但不是傻，我把你的命根子都踢伤了。你会好心送我离开皇城，你肯定是想亲手杀了我，好为我踢你的事报仇。六弟，这话不能乱说。之前那事儿是三哥不对，你踢我一下，咱们就算是抵平了。咱们以后化干戈为玉帛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真的。这点小事儿，三哥怎么会放在心上呢？要是三哥借我点银两，我就相信三哥真心要跟我化干戈为玉帛。三哥身上的银票全给你，不够的，你找你二哥他们借吧。13000两，不愧是三皇子，随身带着上万两银票，真有钱。五哥，你再借我点，我可没银两借给你。圣上驾到！恭迎圣上。宣北环使团进殿。大前皇帝，5年不见，你风采更胜以往啊！大胆！北环使团觐见，为何不向我朝皇帝行礼？我北环儿郎向来只向强者行礼，败军之将何须行礼？父皇好心设宴为尔等接风洗尘，尔等竟如此傲慢无礼！国师别忘了，此次是北环向我大前求粮。这位皇子，你怕是还没弄清情况。我等此次前来是请大前给予粮食，不是求。国师如果连这点礼仪都不懂，今天这宴席就到此为止吧。且慢，要我等行礼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得看看大前是否有这个本事。此话何解？久闻大前文风鼎盛，多有博学多才之士。今日本国之便以此物考考诸位，看看大前是否有人能破解此物。若是大前既无勇武之士，也无博学多才之士，本国之凭什么要行礼？此物有6面，6个颜色，
只需在半个时辰内，在不损坏此物的前提下，将颜色一样的玉石弄到同一个面上就行了。哼，就这3岁小孩的板戏。萧将军，你乃是武将，实在不适合破解此物，还是让你朝那些才思交结的文官来吧。玉国公，还是让我来。要破解此物，需要技巧，对吗？对。本皇子这就让你看看，我大钱可有博学多才之士。如何？三殿下威武！不愧是三殿下，果然才识过人。三皇子别高兴得太早了，这才破解了1个面，还有5个面呢。道理都是一样的，1个面都破解了，剩下那几个面还不是一样的吗？三皇子，如何？看样子你是没办法破解此物了啊！谁说的？不是说半个时辰吗？再给本皇子一点时间，一定能破解。就你这样，我再给你10天时间，你也破解不了。放屁！看来本国师想的没错，堂堂大钱既无勇武将士，也无博学多才之人，这样的大钱皇帝，实在不配让本国师行礼。随便拿个破玩意儿就来考桥抬学，就是有本事咱们比比吟诗作大。以我看来，此物根本无法破解，国师不过是在故意刁难我等。破解这么个小玩意儿，何须半个时辰？半盏茶的功夫就够。你疯了！你是何人？哼，大前6皇子虎烈将军云峥。6皇子，请。国师，这玩意儿是你们北环的工匠做的？是又如何？做工太糙了，转起来都卡顿，一看就是仿制品，仿的还是最低级的那种。国师，如何？这不可能！有什么不可能的？这种小儿科的东西，我3岁就不玩了。哈哈哈！好，6殿下好样的！6殿下威武！6殿下果然深藏不露，虎烈将军名不虚传。6皇子果然好手段。国师，现在可以行礼了吗？
北环使团见过大前皇帝。免礼。恭喜圣上，天佑大前呐！恭喜圣上，天佑大前！六殿下以无畏之心为疆土安定奋勇前行，全军将士皆为之倍感荣光，请受在下诚诚一礼。玉国公折煞云峥了，我也只是机缘巧合下玩过此物，知道破解之法而已。不可能，此物出自我手，大前根本不可能有此物。国师，你太孤陋寡闻了。你知道此物叫什么吗？此物叫玉玲珑，是本国师夜观天象时突发奇想制作出来的，今日是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。玉你一脸玲珑，还夜观天象，你特妈说你是穿越来的还靠谱点。不，此物唤作魔方。不瞒国师，本皇子10岁的时候，就从我朝的一本古籍上看过此物。无聊之时，还以木块制作过此物，而且本皇子把玩的魔方是每一面都有16格的，比你这玩意儿复杂多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肯定只是运气好。国师，你身上这刀挺好看的。此乃我北环大单于亲赐宝刀，不但好看，还锋利无比。国师既然说本殿下是靠运气，那我们便再用这魔方来赌一赌。这次，本殿下闭上眼睛，半盏茶的功夫内破解魔方。本殿下若胜，国师和诸位使者的佩刀全部留下；本殿下若是败，我这颗人头，国师自可拿去。这蠢货自己找死。算了，神仙难劝该死鬼，他死了，我还省得嫁给他。六殿下要赌，本国之自当奉陪。老六，你现在反悔，朕念你先前之功，不赏不罚。六殿下，你可别托大呀。六弟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大前皇帝，六皇子身为皇子，难道要言而无信？行吧，那便依国师吧。老六，好好跟国师赌。父皇的话外音，你要是敢以国家大事为赌注，朕要你脑袋。儿臣遵命。国师，你可以开始计时了。国师，现在相信本殿下的话了吧？我想，国师应该是从我朝偷师，却不知道自己只是学了点皮毛而已，对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国师啊，你们从我朝偷学了皮毛过去，现在还拿着魔方来我朝炫耀，岂不是贻笑大方？玉国公所言极是，这徒弟还想考敲师傅，焉能不贻笑大方？国师啊，北环要学的还很多啊！国师，你可愿赌服输啊？我北皇男儿向来一言九鼎，既然跟六皇子赌了，自然愿赌服输。等等，哼，北环宝刀不过如此。朕看你好像挺喜欢这把刀的，便赏给你了。谢父皇。
这刀的作用可不是拿来砍人的，这是颁布的信，去到朔北以后，很可能会派上用场。好了，耽误了这么长时间，该接受北环使团的进境了。北环使团觐见大前皇帝。北环国师颁布，携北环使团参见大前皇帝。诸位使者，免礼。来人，赐座。老狗，老子迟早灭了你们北河！竟然让这个窝囊废出了风头，可恨，着实可恨。他风头越盛，处境越险。我本还想布局，让他与北环使团产生嫌隙，如今倒不必多费心思了。想来颁布如今已对他极为不满，这还不够，必须尽快谋划，趁早遏制他的势头，绝不能让他继续壮大。放心，我已经有主意了，我已经给这废物设好局了。只要北环的人稍稍配合，这废物就会踏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什么局？必死之局。你是不知道，当时他酷酷2下就把北环那什么魔方什么的解开了。他还有这本事？不会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吧？我就知道你肯定会这么说。后来他还破解了一次，直接闭上眼睛破解的，可神奇了。不过是些奇音诺迹而已。你管他是什么？他可是帮我大钱挣回了颜面，关键是收复了白水河以南的土地啊！挽回颜面倒是，不过收复失地嘛，你爹说过，北环就是豺狼，吃进嘴里的肉没那么容易吐出来的。等真正收复失地再说吧。替我做事，如何？六殿下，你也太直接了吧！跟聪明人说话不用绕弯子，你有要求可以尽管提，能满足的我尽量满足。我还真没什么要求，但我得考虑你这条船值不值得上。你没选择的余地，你只有2条路：替我做事，或者向父皇揭发我，说我韬光养晦，图谋不轨。没想到你也有这么霸道的时候啊！那你怕我揭发吗？你说呢？说吧，需要我替你做什么？爽快！我需要你隐藏身份去散播谣言，就说我是太子余党，一直在韬光养晦。太子谋逆失败后，让心腹给了我一封书信，让我跟北环里应外合。六殿下，你可真阴险！他这是要利用所有人都不相信他会造反这一点，去坑其他皇子啊！我只是在当老六，回头你再去弄个石人，找个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埋下，上面再刻些字。刻什么？6子赴北关，君臣全上山。大前朝真有古籍记载了魔方，可那明明就是自己无意间想出来的。难道大前朝早就有人想到自己前面去了？国师，刚才有人射了一支箭过来，上面还有一封书信。大前朝这些人啊，行军打仗、治国安书，样样都不行，搞内斗倒是一个比一个厉害。这封信可是把柄，留在自己手中还有用。殿下，事情办妥了。可有人发现你？没有，小人敢以人头担保。下去吧。谢殿下赏赐。
尸体处理了，把地上弄干净。六殿下，今日受了封赏，可得请老头子喝杯水酒啊！六殿下，这可是收复失地之功，肯定少不了赏赐啊！六殿下之功，足以留名青史。多谢玉国公，多谢诸位。老货，你怕我死得不够快是吗？老六呢？儿臣在。今日是要封赏你，又不是要训斥你，你躲在那里干什么？儿臣没躲，儿臣不知道该站在哪儿，所以就……行了，你就站那儿听旨吧。六皇子昨日挽回了朕和大钱的颜面，还帮助大钱兵不血刃地收复失地。朕欲封老六为镇北王，诸位以为如何？圣上，此事万万不可！是啊，此事有违祖制，还望圣上三思。六殿下虽有大功，但封王实在太过了，圣上三思啊！收复失地之功，维护国体之功，还不足以封王吗？尔等若是有这个本事，朕同样破例封王。父皇，儿臣有话要说。说，儿臣不敢受封王之位。为何？儿臣本是戴罪之身，蒙父皇不弃，赐婚封将，以示天恩。昨日之事，不过是儿人侥幸读过古籍，算不着什么大功劳。封王一事，与祖制不合，与情理不合。儿臣若受此封，天下人会说父皇偏心，会说儿臣恃宠而骄。请父皇收回成命。那你想要什么赏赐？儿臣只求一事。说，求父皇准儿臣婚后如期前往朔北。儿臣愿为大钱戍守边疆，以报父皇天恩。准了。不过，朕再赐你白银3万两，良马50匹，以供你在朔北招募兵勇，加固城防之用。谢父皇。圣上，老臣斗胆，愿举荐一人随六殿下前往朔北。何人？老臣帐下副将韩昭，此时文武双全，精通兵法，曾在朔北戍边5年，熟悉当地情况。有他辅佐六殿下，定能助六殿下一臂之力。准了。韩昭即日调入六殿下麾下，任虎烈将军府长史。老臣替韩昭谢圣上恩典。萧万愁这是在给我送人啊！韩昭，这个名字我记住。此事就这么定了，退朝。退朝。六殿下，韩昭此人绝对可靠，他是老夫一手带出来的，忠心耿耿。只是性子耿直，在朝中得罪了人，一直得不到提拔。玉国公大恩，云中记下了。老夫不是为了你，老夫是为了大钱。你昨日替大田挣回了颜面，替100万将士雪了耻，老夫敬你是条汉子。到了朔北，好好干，别给大钱丢人。一定。萧万愁，这个人情我记下了。韩昭到了朔北，就是我的左膀右臂。封王，父皇竟然想给他封王，那个窝囊废！急什么？不是没封成吗？可父皇给了他3万两白银，50匹良马，还让韩昭去辅佐他。给他又如何？
朔北那地方天高皇帝远，他去了是死是活，谁知道呢？舅舅的意思是，班部那边应该已经收到信了。等那窝囊废到了朔北，自然有人收拾他。我们只需要再添一把火。北环使团还在皇城，求粮的事还没谈妥，我们可以让那窝囊废再去得罪班部一次，2次加起来，班部不弄死他才怪。好，就这么办。高航，你说这把刀到了朔北能值多少兵马？殿下，这是班部的信物。北环人认这个东西，到了朔北，万一跟北环人打交道，这把刀比圣旨还管用。殿下想得长远。韩昭这个人，你们认识吗？听说过，萧老将军帐下的猛将，武艺高强，在朔北立过不少战功，只是性子太直，得罪了兵部的人，一直升不上去。性子直好啊，我就喜欢性子直的人。到了朔北，有他帮忙，我们就省事多了。殿下，那3万两白银和50匹良马怎么处置？白银留着到了朔北再用，良马嘛，先养着，说不定还能用它们再换点好东西回来。殿下，您这是要把老六行为进行到底啊？那当然，这可是我的立身之本。二嫂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你来了，坐。二嫂，你说云浙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怎么，开始对他好奇了？谁好奇他了？我就是觉得他今天在宫里的表现跟之前完全不一样。人都是会变的，或者说有些人本来就是那个样子，只是一直没让人看出来罢了。你是说他在装？你觉得呢？落雁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都是要嫁给他的人，与其一直抗拒，不如试着去了解他，也许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六皇子。我才不想了解他呢。六皇子云峥，既然有人想让你死，那我国师就顺水推舟吧。今天出了这么大的风头，云丽和班部肯定都想弄死我。班部那边有学士府地话，应该很快就会有动作。云丽也不会闲着。到了朔北，才是真正的开始。兵马、钱粮、地盘，一样一样来。至于云丽和班部想弄死我，那就看看谁先弄死谁。